如果你已经步入社会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却发现自己身边总是积蓄没有增加，这究竟是因为花费过多，还是储蓄过少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。起因是朋友问我说，他觉得自己勤奋工作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花钱嗜好，但为什么就是存不了钱呢？我问他，你认为钱是什么？他说，钱不就是钱吗？努力工作赚钱，平常存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我回答，我过去没有钱的最大原因，就是把钱当钱看。只有当你不把钱看成钱时，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。事实上，钱是一种工具，利用这个工具来交换你想得到的价值。例如，购买教育课程来提升自己的知识，或是利用金钱这个工具来交换课程，进而提升自己的知识价值，或者利用金钱购买健康食品来保健健康，这也是利用金钱交换健康的价值。钱是流动的，否则为什么现金流这么重要呢？二哥问很多朋友，你是如何理财的呢？通常得到的回复是，如果没有要买什么，就放在银行，这样看得到数字，也会比较有安全感。我要表达的是，安全感不会让你变有钱，把钱拿出去交换价值，让自己变得值钱，才会越来越有钱。存钱确实是一种美德，一个好的习惯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的目标就是买房，所以把钱存起来也没什么不对。我的想法是，正因为你的目标是买房，所以更应该把钱拿出去交换一些价值回来，例如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或是培养第二专长，利用这些来赚取第二份收入。我认为这样的存钱效率会高很多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要变有钱，首先要改变观念。什么观念？钱是赚来的，不是存下来的。如果你的月薪是5万，扣除基本开销，再加上一些花费，大概是3万，那么一个月可以存2万。如果月薪是10万，扣除开销，可以存7万。看得出差别吗？存钱的速度取决于赚钱的能力，当然赚得越多，花得越多，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。但是我想表达的是，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朋友，总是一昧的把赚到的钱存起来，而不懂得拿出去做交换。你知道，一个观念、一句话、一件事情、一个想法，都能影响我们的一生。例如小时候，父母都告诉我们，赚钱不容易，赚钱很辛苦，所以钱怎么样？不要乱花，赚到的钱就是要存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因为这个观念从小就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我们的价值观里，所以无形中潜意识会引导我们按照这样的模式运作，以至于现在有一派说法，如果你不是家财万贯，当然富二代不算，我指的是靠自己白手起家那一种，尽量不要教你的下一代如何理财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教他，但实际上可能在耽误他，因为你是用你固有的观念来教育他，固有的模式来复制一个未来的你。从某种层面上来看，对他是不公平的。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先个人成长，提升自己的认知。你一定要先破圈，才会打开边界，新的东西、新的知识、新的观念才进得来。当然，天下父母心，我们都懂得父母的出发点都是爱我们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拿钱出去交换价值，那是要换什么价值？最简单的就是拿去买书，书籍可以教导我们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，许多书籍专注于个人成长和心理学，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培养阅读的习惯。另一方面就是花钱体验，旅行的体验，美食的体验。旅行不就是去玩吗？吃美食那都不便宜，这样值得吗？我的观点是，透过旅行
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，拓展视野，增长见识，结交新朋友，建立人脉网络，接触大自然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。透过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，了解当地的文化、饮食习惯，增进对异国文化的了解，增加你的话题性。我身边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，曾经和朋友去一间餐厅用餐，过程中上了一道海鲜料理，听到隔壁桌的一位男子说，这个干贝过于黏腻，也太硬。之前去国外餐厅品尝起来是柔软的，有弹性，而且带有微妙的甜味。我继续听下去，他甚至连贝类的生长环境、水质、养殖方法等因素都可以说出一番见解。我转头过去看他，是个年轻人，看起来像是大学生。如果你问我懂这些和不懂这些差别在哪里，差在说话内容的深度与眼界，最重要的是自信的程度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基于事实和了解，能够更有自信地分享观点和见解。相反的，由于知识的缺乏，在谈论事物时可能会显得较为保守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，可能无法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，久而久之就会缺乏自信。所以我们要时常观察自己，当你跟一群人、一个团体合作的时候，通常你是善于表达的那一个，还是倾听的那一个角色居多？如果是后者，可能要稍微做一些改变，因为利用了钱去交换到这些体验，不但可以提升你的见识与眼界，还有自信，最重要的是会吸引到同频率的人，这些人往往对你的工作、事业、人际等方面都是有帮助的。接下来讨论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之前，我们的频道专注于个人成长、财富增值和创业。如果你对这些主题感兴趣，欢迎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这边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平时很认真的努力工作，下班后又兼了另外一份工作，乍看之下确实很勤奋的努力赚钱。但你知道什么是薪水吗？薪水就是别人买下你的时间，宝贵的时间都被别人买走了，你怎么会有多余的时间来充实自己呢？改变命运，首先要改变赚钱的能力。如果你的收入来源都是透过时间、体力去换，那么是否该停下脚步思考未来？我们都听过 ESBI 4大象限，第一象限一代表一般上班族或雇员，通常这一象限都是透过时间、体力去换取金钱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为别人工作。要思考的是如何从 E 跳到 S。 第二象限 S 代表专业人士，透过专业技术来换取金钱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为自己工作。那如何成为专业人士呢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，你有没有利用金钱这个工具去换一些值钱的东西回来自己的身上，哪怕是进修学习或特殊体验，甚至是听演讲，我认为都很好，因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值钱的途径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把目标放在系统为我工作的第三象限 B， 或让钱替我工作第四象限的 I， 朝这些目标迈进。每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，如果上班8小时，休息8小时，那剩下的8小时就是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最大的关键。持续花费如何越花越有钱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每次领到薪水收入进来，你有没有编列一部分在学习这一块？以我为例，通常我都是抓 5% 左右，买书也好，报名课程也好，总之就是提升自己的认知，因为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当今社会竞争激烈，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让金钱视为实现梦想和追求价值的工具，透过不断学习、体验和提升自我，迎接更广阔的人生。生命短暂而珍贵，不应该将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。
记住，不要为了钱工作，要为价值而工作，因为财富是跟随着价值而来的。以上影片内容纯属个人的观点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是 IG 限时动态 tag 我，告诉我你的想法、你的收获。在影片结束前，提醒如果有居家清洁或是办公室清洁的需求，可以透过底下的联络方式与我们的客服做联系。这期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期待与你下个影片见。